我们现在要准备去迎接妈祖。凤凰，你怎么了？我突然耳鸣很严重，有头超晕。对，哎呦呦呦呦！我现在没办法太快。你又在喘了？因为那个能量很大，密度很浓。就是我好像要去进到那个很大的讯息场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在那个风暴外面，你还是会有点会喘。对。凤凰选手有想要做第一次尝试吗？还是你想要转身离开？请选择。我当然会想要尝试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宝。嗨，我是凤凰。早安，早安。我们今天早上5点集合，从台北出发，搭车来到白沙屯的拱天宫。但其实今天是我们要去走大甲妈祖这个绕境进香的第一天。去祝寿大典之前呢，我们决定要先来白沙屯这里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去年12月会员高龄尾牙的时候，白沙屯妈祖有来嘛，然后他就讲到说，我们今年走大甲妈之前，现在跟他打个招呼吧。然后我们有答应他。对对对，你有答应老人家要来，是我答应老人家要来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。他有一些叮咛或者什么想跟我们说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才知道，就是他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。好，我等一下进去再问问看他有什么话跟我们说。我觉得今天能量很强哎，我要哭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。刚才妈祖也来跟我们传了很长的讯息，那碍于篇幅，我们可能就放在会员影片再给大家看。但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刚才妈祖说了什么。白沙屯妈祖的意思是说，去年我们来这边其实度过了很快乐跟很欢乐的一个时段，然后也在这个我们播出去的影片，不论是我们公开影片还是会员影片，都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视野，而且很多人他的一些伤痛或者他一些困难的地方，在那个时候都被接住了。但我们今天要去走大甲妈的话，它是另外一个状态，就是说，因为大甲妈祖在整个的发展上面是比我们还要更早开始很盛大，跟白沙屯比起来，大甲妈是更早且更盛大。因为在早期这边是比较就是区域性庄稼，但是这近10年来开始往外慢慢拓展出去嘛，所以其实白沙屯妈祖刚刚也说，就是因为有你们才会有神明，才会有宗教，之前也提过，但是有人的地方，有宗教活动的地方，它就毕竟会有所谓的人才情仇的部分，这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去做一些批判或者有一些分别心，不要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旅程而去做我们去年怎么样，白沙屯妈祖怎么样，而去做一个比较，他觉得这是不需要的，因为去年他在正南宫住驾就已经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，我就有点像是说不用比较了，我们就一家人。对，这种概念。所以对他们来说呢，就是所有的妈祖，不管是你家附近的妈祖，还是白沙屯妈祖，甚至大甲妈祖，都是一样的。但他有强调都是少女，都是少女。然后他有提说，因为最近台湾跟全世界都一样，最近都比较纷乱，然后比较多事情，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，更要去安住自己，然后实践没有分别心这件事在生活里面，这样子才有可能更好的归于平静。上面是刚刚白沙屯妈祖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些重点，那我就再复述一次给大家知道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。他这样几岁啊？少女的话，没有人在问少女年纪，少女就永远18岁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奉天宫最上面这一层凌云宝殿。那既然来到这边呢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交趾陶，然后还有里面的天花板的藻井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是台湾的非常知名的国宝级的一个古迹等级的庙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你们看那边就是有各式的龙啊、神兽之外呢，还有海鲜呢，有花枝。今
港奉天宫就是妈祖抵达然后祝寿的地方。那大甲妈呢，现在有3尊，都是放在这个玻璃柜里面，然后他们现在就在那边休息，晚上的时候才会再出发往大甲再走回去。跟上次那个白沙屯妈在大甲镇澜宫住家不一样，她是客人嘛，所以住在外面。对对对。那他们是回家嘛。然后我觉得新港妈的那个能量真的很稳哎。真的超级稳，就是有一种我就在家。对妙方这样子的安排也蛮好的。对。你刚说什么？大甲妈开台妈跟我讲，大家不是说她是开台妈祖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不是，他说当初有3个人背妈祖神像来，其中1个在路上就不见了，没有成功渡海来台湾，但是妈祖有。其实第一个抵达是那尊妈祖，在哪里？是不是就是在台南？对，在台南那，他比较早到，可是比较晚被发现。我就跟他说，可是我觉得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妈祖信仰带进来，然后持续的在地方守护，然后持续的让大家有机会透过这样子的信仰去理解这样子的包容、这样的慈悲、这样的爱。所以我觉得，不论你们叫什么名字，对我们来说都重点是你们是妈祖的这个信。对啊，妈祖的这种集体的爱啊、慈悲的能量。可是他说，就是会有很多人因为开台妈祖这4个字，产生了一些别的想法，或者是有一些竞争或什么的关系。竞争 ，OK。对，所以他会觉得其实这4个字对他来说有一点重。他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喜欢每一个妈祖，没有谁比较厉害，谁比较历史悠久。那大家愿意来这边跟他一起相会，他都很开心。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稳定，我真的没办法对他说是她是少女，但你知道，就是对他就是很稳定。所以他刚刚跟我讲了这个小故事，但这个可能需要很多的历史考究，才能够去看看验证这个东西啦。所以你刚刚在里面人那么多，你还跟他聊了一下，跟新港妈聊了一下，对，就聊天蛮快的啊。我有跟玉皇大帝聊天的，改天再说，改天再说。我觉得我们这很好笑，结果用了1个晚上以后就决定，甚至还没有到1个晚上，严格来说才1个小时。便利商店真的是继车子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。然后便利商店店员是全台湾最美的风景。我们租了它3天，但只用了它1个小时。谢谢，拜拜。我们重新开始 whole new start， 大家忘记，谢谢，忘记，拜。我们刚才沿路有经过一间学校，然后经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：“你有没有听到笑声？”然后大宝就说没有了，然后就被发现我发现他了。我本来就是想要假装不知道，然后我脚就开始剧痛，是因为我的负重变更重。我记得思敏问我说要不要帮我背点东西，我说不可以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背包交给任何一个人，因为就对你们很不好。然后我就一直忍耐。然后我沿路哭过来的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，而且很痛，很害怕。然后等我看到帅星宫的时候，我脚就不痛。我知道他是跟我玩，可是我觉得不好玩，我脚真的很痛。姐姐觉得不好玩，半夜不要这样搭便车。那怎么办？你要走白天吗？很热。我不知道，等下问一下元帅好了。你等下问一下元帅，问他愿不愿意陪我继续走啊。我刚刚进去问元帅说，可不可以赐我兵马符，然后陪我们走过到西螺这一段，然后平安顺利这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给我个圣杯。然后我就一直求没杯嘛，我就觉得好，那我就静下来听看看他们要说的事情是什么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带着恐惧的心前进。大家都是会有一些交互的时刻。
但我要理解并且放下现在心中的恐惧，然后跟他们和平的共处。我带着这样的心情的话，他愿意与我同行，就立刻拿到圣杯。元帅瞬间帮你调频，对，对，因为我刚刚真的太害怕，把你从恐惧的频率调出来了。对，对，对，所以谢谢元帅。Juicy， 好热情，喜悦、快乐。来，好香哦！怎么可能在12点喝到蛤蜊汤？太快乐了吧！幸福。明年有小龙虾哦。对呀，明年中板做小龙虾，还有蛤蟆哦。蛤蜊汤喝到一半，突然发现了很厉害的充电站，我决定要去体验一下，不管如何，我就是要去体验一下。所以呢，你看，你不觉得我很像梁朝伟？你这样可以好好讲话。可以啊。我脚真的不一样就肿起来。健康的脚踝跟不健康的脚踝，整个脚最对，然后健康的嘴唇，不健康的嘴唇。而且你连讲话都有一点影响，没有啊一点有，真的有。真的吗？你可以发这个音吗？木，对啊，你看，木。还是看医生。半夜睡觉被虫咬，露宿街头的危险，真的。我觉得我跟那个西罗妈也蛮有缘分的，因为我老家就住在西罗大桥边，然后小时候一直听到塞雷，可是我不知道其实是跨雷的县市。然后我刚刚跟他聊这件事情，然后他说下次有机会可以来聊天，他想跟我们聊浊水溪的故事。我好喜欢西罗马，太平马，她长得超级优雅的，然后脸细细长长，很像韩国美女那种感觉。他声音好像也比较细，再柔一点这样。对啊，就整个庙的气质，还有她的能量的气质，就是好优雅，好优雅。很帅，它上面还有个龙，而且它有正对那个龙的正中间。
谢谢你们收留我们，很舒服。今天的饭店很棒，100分。想说哇，我的脚背真的都肿肿，脚好肿，然后我想要伸展一下，然后你看我的脚，伸展一下啊，没办法，你自己一直动。伸展一下。大宝，是我吗？对，你是不是真的被蜜蜂咬了？可不可以做这种公仔？我去看皮肤科，然后医生问我说发生什么事，然后我就跟医生说，我被叮了，然后肿起来，然后医生就说哪里？他就说哦，被叮是额头吗？是这里吧？哈，这里，不是，都有吧？哦，而且他觉得我封唇很好，所以我真的完全笑不出来。还是其实你很适合去封唇？不是，那你们觉得现在我这样 OK？我是觉得不太 OK， 我不习惯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去迎接妈祖回到西螺。凤凰，你怎么了？我突然耳鸣很严重，而且我头超晕的。不然你看我的肿嘴唇笑一个，头会动哦。有，但是我现在很快乐。我觉得我要命它为调频的封唇。对，哎呦呦呦呦！我现在没办法太快。你又在喘了？因为那个能量很大，密度很浓，所以会也是很难呼吸。上次是因为能量体太多，很拥挤，这次是讯息的浓度太多，然后现在就是我好像要去进到那个很大的讯息场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在那个风暴外面，你还是会有点会喘。对。凤凰选手有想要做第一次尝试吗？还是你想要转身离开？请选择。我当然会想要尝试啊，我不是就是一直这样走过来吗？只是我现在视觉化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讯息风暴在那里绕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要不要进去这样 ？OK， 就很像那个观测，像龙卷风或什么，然后就看到那边有一个风这样卷到，我要不要更靠近去取得它的 data 呢？对。然后你每前进一步，你就会被那个风，就是你知道风压这样一直往后，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这件事情。这位阿姨，你的手在捏什么？手在打结界，打结界，哎，有点像去年在白沙屯那个时候刚开始，类似，但现在是在把我的就是频宽打到最开，在协助我做调频。反正手不打会很酸，打了也很酸，那就打，那就动一动好了，把它调顺一点，调顺一点。对，等到我手停下来，应该也就差不多了。就是我刚刚好像应该是暂时调完频，然后调完频之后，我现在看出去的东西就不太一样。怎样不一样？我可以看到很多个时间线的台湾跟我们，有一个版本的这里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十字路口，是很像科技城那样。科技城，西螺科技城，对 ，Cyberpunk， 对，这个时间轴大概距离我们182点左右。之后就是未来的事。OK， 这个时间轴，然后也有一个时间轴是这边是一片沙漠，这个距离我们大概是2481年后，整个地球大概有70到80% 都是沙漠。好的，那当然还有更近的，就是比如说前天的这里、明天的这里跟后天的这里这种，这里也是可以。哎，有没有这个时间点的我们的另一个版本？我们2个，我们4个有啊。很接近的这个时间点的我们彼此是不认识的，但是我们都在这里。
还是来了。还是来了，所以会相遇的终究会相遇。然后我们在这个里一起走这个，然后一起看妈祖经过我们不认识，但是我们都因为这份喜悦同行了。但我们离开这里之后还是不认识，所以我们就短暂的在那里交汇了，然后站的位置也差不多是现在这样。还有一个版本的台湾是没有大甲妈祖的，妈祖文化从来没来过台湾。然后台湾在那个时期的主要的文化是主要的宗教信仰是萨满信仰。但那个时空的台湾是曾经被亚马逊流域的人占领过，可是萨满文化的台湾绿意盎然，生机蓬勃，安平乐道，每一个人都很快乐，都在跳舞，都在歌颂，很丰盛。那个丰盛是心灵上面非常富足的那种，比较像部落文化。对，可是我们并没有不先进，我们还是具有国际谈判的能力，我们被国际尊重着，然后我们有很多自己独有的文化，是一个全世界所有的历史学家、文化学家都会来这边考察跟探访。那个时空的我们是有一起合作的，我们负责接待外宾。我们接待外宾，对，就是我不是说有很多文化学者会来考察吗？所以我们负责把我们的文化输送给他们，让他们理解，让他们理解我们发生了什么历史，让他们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，我们有哪些很有趣的文化跟他们做交流。所以我们就是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一样的，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做，一样是在介绍一个庞大的系统跟文化，然后给不认识我们的人去做，这样蛮有趣的。我喜欢这个版本，这还蛮可爱的。妈祖说，你要对自己有更多的信心，然后对自己本身有更多的好奇，然后试着尝试挑战自己的极限在哪里？哪一种极限？各种吗？连结的极限，传递的极限，扩散的极限，生而为人能够体验的所有极限，你可以挑战看看。他们对你也有充满无限的期待。好，你今天的眼神好有趣哦，好像在那个找资料。我就跟你说，我现在是全知全能状态，全知全能。阿如，我还是好害怕。为什么？好大的能量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2016年我看到銮教的时候我就哭了，那个能量真的很大。我现在头超麻的，可是是很喜悦的哎。即便我现在是全知全能状态，我还是会害怕。很喜悦。但是你是差点不见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我们两个不要在马路中间哭了，我真的动不了吗？我原本以为今天是你要哭的。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瞬间跟我们讲了很多心事？这上百年来他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就是在短短的那一下，全部都一起给我们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值得我花1年去消化，甚至更久。哦，太亲密了，就很像好像内在原本有一些好像不被理解的委屈，人家无法同理的那种情绪，它好像在那个瞬间都被协助释放掉。对啊，你看像我们做频道就会被人家说什么你们是神棍，你们神经病，你们什么被寄生兽吃掉脑袋了之类的。也许我们都冷处理，可是多少我们毕竟还是人，对，所以我们
还是有一些影响。我为什么刚刚觉得很亲密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也经历过这些，他理解我们的那种内在的辛苦，对，就是一直冒出2句话，一个是谢谢，然后一个就是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对不起，也许像你说，就是如果他也遭受过这些的话，那对不起，对。那你有觉得这一次白沙屯妈跟大甲妈嫩给我看2次有什么不同感受吗？我觉得白沙屯妈对我来说是她很热心助人，很愿意帮助大家，然后真的去实行所谓的无条件的爱。但大甲妈更像就另外一个状态，她比较像是我苦你所苦，而我不说。我也不批判，对，大家都是不批判，都是爱，但是白沙屯妈比较像是，哦，我知道你有困难，我很愿意帮你。大甲妈给我感觉就是，我知道你苦，我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苦过来的，所以我会接住你的苦，然后接住了之后，协助你长出一个面对这个苦的力量。因为他也有这个力量，他也苦过，对，比较像是这样，对，好像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得很清楚，但对我来说，就很像是一个是非常慈爱的母亲，这样协助孩子成长；一个是像略长一点的姐姐，然后经历过这些，然后她知道你也会经历这些，然后陪伴你这样子。10点39分，我们坐上了香客车。香客车，直送可以洗澡跟睡觉的基督玉山宫哦，好像是。你们有地方睡吗？我们那边后面可以睡。我们家有。怎么这么突然，这么帅气？我们被领走了。这就是大甲妈。感恩感恩。哦。吃早餐，早餐吃肉肉，长肉肉。我今天消肿了哦。今天消满。我们就期待他什么时候从那个转角出现，我就遇见我们的大明，然后结果他走巷子，为了避开你，他就在前面转弯了。什么叫做避开我？他在那里，他追我追好久，我先走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刚好看到报尾啊，报尾啊车过去，报尾啊人我还袂钓到。我半点钟前就直接等了呢。看来大家都是来到老的，也不是真的清楚。没有，有可能只是来看老的。我去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在庙门口停下来，如果有就问。如果还在庙门再 call 我们去。我刚刚走过去，然后我发现没有爆马仔的车停在那里。对。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直播主在拍照。是。然后我就决定问他说：“请问你知道爆马仔在哪里吗？”是。然后我们让他话外音跟你报告一下。先生，爆马仔现在在。可能往下一间庙前进了。这个的下一间。对。因为爆马仔啊，不是用走的。哈？他上车了。他有时候会坐车往下一间庙前进，然后到下一间庙之前再下车，跟就是下一间庙的主神报告。妈祖要来了，进去敲，通知要来之后，他就在上车。哎，我的相机呢？我的相机！一阵慌乱，看到明星了。我们的东西！要有人过！
帮我过。好，帮我拿。好。请问可以跟你拍照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他们说可以拿红丝带，我要怎么拿？后面，谢谢。我们想要2条，可以吗？帮2个人拿，谢谢。他真的只穿一只鞋，你看好酷。我觉得自己真的像凑热闹人。对，他在干嘛？他走，他带了一捆红丝线去那边放着，然后他就往前，他太潇洒了。等一下，这根本是一个渣男的行为。头也不回耶，他对我们的追求面无表情哎，了不起哦，万人迷。去者不追，走了。我看清楚波贝亚这个人了，他是怎样的人？我告诉你，刚刚我们不是追上他，然后跟他拍合照吗？他有笑过吗？没有，他的表情就是这样。要就给你YD的牌啊，没来歪台，然后呢，接着走进去以后，然后他敲那个锣，你有看到那个锣的特写吗？那锣中间其实有一颗红色的爱心，卡哇伊。然后他不是在发姻缘线吗？所以他这样敲，当当当，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爱神嘛。海王，对。总之我们抓到他，但他的表情让我有无限遐想，就对了。会不会是你自己的投射？当然。